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部最近讨论度挺高的电影，叫《南京照相馆》。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一个小小的照相馆，这么一个空间，它要怎么去讲一段那么沉重又那么复杂的历史？这个挑战其实挺大的。是的，这个切入点本身就很有意思。我们手上呢，收集了不少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啊、分析啊，来源也挺多样的。有普通观众的声音，像豆瓣、猫眼上的一些热门评论，对，能看到很多直接的观感。也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比如 China Daily、洛杉矶邮报，还有长沙新闻网什么的。还有一些更深度的评论文章，像 Walkers.cc 上还有维基百科的一些记录。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你把这些不同的声音梳理一下，看看里面关键的信息点是什么。就是说，这部电影大体触动了大家哪根神经？没错，它在艺术上或者说在讲历史的方式上又引起了哪些讨论和争议？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行，那我们先从第一个点说起吧。很多好评，不管是观众还是评论啊，都提到了一个词：克制。这个词出现频率很高。对，你看它豆瓣评分一度到了8.6，甚至8.7，这分数相当高了。是啊，我看到有条评论就很有代表性，大概意思是说，电影其实没怎么堆砌血腥镜头。那它的冲击力怎么来？他说，几组影效就够了，比如刀架在婴儿脖子上，滚落的人头，当然可能是暗示，还有血流成河的那个感觉，就是让那些冷冰冰的画面自己说话。理解了，就是不直接给你看最惨烈的，但那个暗示和氛围已经足够了。对，听起来冲击力很强，但手法好像挺特别的。确实是，这种力量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来自于它那个叙事策略，就是所谓的小空间里的大历史。小空间大历史。对，他没去拍那种特别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把镜头就对准了南京照相馆这一个具体的地方，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还有里面的人。没错，就是在那个特定时间、特定空间里，那些小人物的命运。这样一来呢，观众就更容易怎么说呢？带入进去，感同身受。对，去体验那个时代的恐惧、绝望，还有人性的挣扎。洛杉矶邮报有篇影评就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就提到，电影开头是那种很温馨的全家福场景，暖色调的。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窗外的枪声越来越密，然后是相机那个有点刺耳的快门声。对比很强烈。是的，这种温暖和残酷，宁静和混乱的对比反差，本身就带着巨大的张力。我注意到来源里也提到了声音设计。对，声音很重要。好像说那个快门声咔嚓咔嚓的，经常和枪声混在一起，交织出现。甚至还有评论提到有婴儿的哭声，然后突然，好像被掐断了那样。是的。这些细节处理得非常，可以说是精准。这些声音上的设计，是不是就是为了放大那种恐怖感，那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氛围？我觉得是这样。不少评论都认为，这种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特别精准的声音处理，和它整体那个偏灰偏冷的画面风格是高度统一的。视听语言很一致。对，它们一起作用，就营养出评论里说的一种不容忽视的震撼力。这种震撼不是靠大喊大叫或者煽情，它更像一把冷刀子一下子戳到你心里，看完之后心里堵得慌。对，那种感觉会持续挺久，心头沉甸甸的，很难平静。这已经不光是技巧了，它是直接在冲击你的情感，甚至是生理感受。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内容层面，它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以及怎么去呈现历史。好，核心情节之一好像是围绕着照相馆的主人公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那些底片。记录了暴行真相的底片。对，这些照片底片在电影里被看作是一种武器，一种证据。是的，影像的力量。然后听说结尾的处理特别有冲击力。那个结尾很多人讨论，据说是把当年就是日军战犯在法庭上受审的真实历史画面，对，黑白的史料镜头和今天南京那种车水马龙、很繁华、很现代的彩色街景，做了个叠画处理。就是两个画面慢慢融合重叠在一起。
很多人说这个结尾特别有劲儿，甚至有观众留言说什么？说真正的彩蛋不是片尾有没有藏东西，而是你走出电影院，看到眼前的和平和繁荣，那一刻感觉最强烈。哇，这个说法很深刻，确实是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了。但也正是这种很有力量感的呈现方式，同时也引来了不少讨论，甚至是一些争议。哦，争议在哪儿？一些评论声音就觉得，电影在努力营造这种强烈情感冲击的时候，可能有点，就是说把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给简化成了一种相对比较清晰，但可能有点单一的日本侵略者 versus 中国受害者的这么一个二元对立的叙事，就是非黑即白，加害者和被害者。对，有点这个意思。有些评论就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带着挺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它可能会让观众更多的从一种情感共鸣去理解历史，而不是去进行更深入的或者说更多角度的思考和探究。我看到材料里也有类似的担心，好像有学者就在想，如果一部作品这么集中的去讲个体遭遇的惨剧，讲平民的苦难，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就忽略了或者弱化了对更宏观背景的理解，比如战争是怎么发生的，背后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等等。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创作和解读这类历史题材作品时，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平衡点的问题。两难，有点儿。你看，一方面很多观众确实被深深打动了，觉得这种直面非常必要。留言丸里有一位父亲，好像是在猫眼评论写的。他写了什么？他说，如果我们这代都不能直面这段历史，那下一代怎么办？我希望我的孩子懂得真正的历史，它比电影里残酷得多。这个心情可以理解。还有一篇个人写的观后感也说，就算自己对那段历史很了解了，但看到电影里那个就是婴儿被日军摔死的情节还是觉得生理上受不了，特别恐惧和悲愤。而且他反复强调，现实比电影残酷多了。这些都说明电影确实碰到了历史记忆里最痛的地方。对，他成功激发了观众非常强烈的情感反应，还有对要记住历史这个观念的认同。但另外一面呢，批评的声音就会说，虽然这种基于个体苦难的情感冲击力特别强，甚至是这个电影力量的主要来源，但它也可能因为太集中在情感体验上，反而没有充分的去展现历史事件的全貌，比如复杂性、多面性。对，还有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和选择，这些多样性可能展现的不够。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说清楚啊，我们转述这些不同的观念和批评，是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围绕这个电影的讨论情况，是呈现来源材料里的不同声音。对，我们不是在做评判。是的，怎么理解、怎么拍历史，本身就有很多种方式，也是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在这些讨论里面，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有一篇个人观感分享说，让他觉得最意外，或者说内心最受触动的，反而不是那种我们一般会想到的英雄人物。不是英雄，那是谁？而是在那个灾难里最后活下来的那些小人物普通人。对。而且他说，这些人里面有些看起来特别平凡，甚至在关键时候显得挺无助的，有点懦弱，好像不太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英雄的标准。但这种对非英雄的关注，反而让一些观众觉得，更真实，更打动人。这个确实是挺有嚼头的一个地方。怎么说？它好像正好印证了那篇观感里的一句话，大概是说，真正的坚韧和勇气，有时候恰恰是在最普通，甚至看着最不起眼的人身上。平凡中的伟大。对，长沙新闻网有篇文化评论也看到了类似的点，他觉得这个电影挺难得的，在表现战争的血腥和人性的温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血腥和温情。是的，他没有让绝望和毁灭把一切都吞掉，而是通过照相馆这个小舞台去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在那么坏的环境下，还是努力地保留着一些人性的光芒。比如评论提到，在一些细节里能看到像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子。虽然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光可能非常非常微弱。所以说
它不光是展示苦难有多深重，对，它也试图去抓住在最黑暗的时候普通人身上那种复杂的人性。是的，有脆弱，有恐惧，但也有那种可能出乎意料的坚韧、善良，还有对活着的最基本的渴望。这么一梳理就更清晰了。对，所以综合我们看的这些材料来看呢，这部电影受好评的地方主要就是那么几点。一个是它用了很克制，甚至有点极简的手法，但反而传递出特别强、特别持久的情感冲击。对，视听语言很厉害。是的，声音和画面的配合特别统一，能有效地把观众带到那个情境和情绪里去。还有就是聚焦普通人。对，他没去塑造那种高大的英雄，而是关注平凡个体，这让故事感觉更真实，更容易相信。同时他通过结尾什么的，把历史的伤痛和当下的和平生活联系起来，这个确实引发了观众普遍的共鸣和思考，关于铭记历史、珍惜和平。那不足或者说争议的地方呢？主要还是我们刚才聊的，一部分评论觉得它的历史叙事角度可能有点单一，过于聚焦在某一种体验上，对，太集中在特定的受害者体验。有时候那种强烈的情感渲染好像盖过了对历史深度和复杂性的进一步挖掘。对于一些希望看到更严谨历史探讨的评论者来说，这可能是个遗憾。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把这些赞扬和批评都摆在一起看，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个好问题。讨论到这儿，我看到材料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引人思考，而且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是什么问题？他问，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谁来举起那个记录真相的镜头？而在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去守护和传承这段记忆？哇，这个问得很有分量。对啊，这么一看啊，这部电影好像不光是在讲70多年前南京发生的事儿啊，它更像是在用那段历史，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一种追问和提醒，关于记录，关于记忆，也关于责任。好了，今天我们算是把关于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各种评价和讨论都一起深入地看了一遍。从他那个挺独特的艺术风格，对，那种克制又有力的感觉，到围绕他讲历史的方式产生的各种不同声音和争议点，是希望我们这次一起梳理，能帮你更立体、更全面地去理解这部电影，还有它引起的各种反响。确实。而且如果我们跳出电影本身去想它提出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比如记录和记忆，对，你会发现影像记录这个事啊，它从来不只是个技术活儿，它跟我们怎么建立集体记忆，怎么认识和传播所谓的真相关系太大了。也关系到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个体，选择用什么姿态去面对过去。电影里问的谁来记录，怎么铭记？是的，这些问题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影像满天飞、记忆好像越来越容易被塑造甚至被遗忘的时代，可能更重要了。对，我觉得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现实意义，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持续的认真的思考一下。说得真好。那么你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吗？或者哪个片段、哪个观点让你印象特别深？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很期待能和你一起交流。对，聊聊你的感受。听完了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分享一下，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一下。最后再打开那个小铃铛，这样我们有新的关于影视文化方面的内容更新，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次再见。再见。